今天要开箱位于板桥9坪的小宅，屋主是在中东产油国工作后存钱买下这间房子的。在这个空间里有2个客厅、卧室、厨房、餐厅都一应俱全，你一定想不通9坪的大小要怎么把这些功能都做进去。让我们一起来开箱吧！大家好，我是肤浅喜欢被赞美的丹丹。今天我们要来看的是一间9坪的小宅。这间小宅还有很多神奇的巧思哦。现在先来一镜到底看一下他们家长什么样子。这边是进门的玄关，然后这边好像是一个没有电视的客厅哦。这边是他的洗手间，再进来这边怎么好像又是客厅？客厅外面是一个可以看到河景的阳台。厨房的中岛，这边是厨房，然后后面是工作阳台。他们家好像没有地方睡觉哎。屋主可以自我介绍吗？嗨，大家好，我叫 Eric。想要问 Eric， 就是我没看到床哎。OK， 这个床的部分就是最后揭晓吗？对啊。我真的太好奇了，因为大家都知道小宅呢会有很多设计上的巧思，而且他们家花了不少钱装修啊。大家刚刚看应该看到很多弧线跟特殊漆吧。我想要问 Eric， 你们家的全幢大概是多大？全幢是18.4。那这样子，你室内加上阳台啊、浴室的话，大概有多大？大约落点在11、12坪。扣掉阳台跟厕所，就剩大概9坪嘛，对不对？装潢费花了多少钱？是可以分享的吗？可以，总共的总装潢费不包含冷气的话，总共花了175万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175万花在什么地方。首先可以看到这个冷气都是吊饮式嘛，那你是里面有冷气、暖气，然后有全室除湿吗？是。墙壁上的漆是全室都做这种艺术漆吗？对。油漆费应该花蛮多钱的。是。因为我刚刚看到连那个变电箱盖都是上特殊漆了。那这边是什么空间啊？这个其实是我的卧室。这边是卧室，摄影师不知道看不看得到哈？这里是门呢。然后我们刚刚就进来，这边是放鞋子的嘛，对不对？是的。这是鞋柜。对。进来这边是卧室，床在哪里？哦，床是这个先床的位置，这个这样下降的时候，它就会变成一个床。我以为这边是客厅哎。对，因为一开始这个空间本来是客厅加厨房，后来有客变的关系，所以就是把它变成了一个房间的概念。它跟我们真正的客厅有做一些调换的动作，很厉害。因为其实像这种格局是最近开始流行起来的，它是小宅很容易看到的手枪型格局。你的厨房跟你的厕所位置很难去改变，装修费应该有很大一部分花在挪厨房上面，对不对？对，因为那个时候客变其实很烧脑，就是找了我的设计师想办法解救这个问题。设计师提供了3个方案，然后我们就选了这个方案，就是把那个客厅跟房间整个大对调，爆改耶！那我觉得现在在改这样还蛮神奇的，因为进来呢以为是客厅，那结果这边是卧室，所以这边就不是鞋柜了，这边是衣柜吗？就只有收纳衣服的部分跟我的行李。所以行李箱在里面。对。可以看吗？好，可以看。我们看一下，因为我很好奇，它这个看起来浅浅的，怎么？是深的哎，这个是28寸嘛，对不对？对。衣柜就只有这边，因为我看里面好像没有什么收纳了。这个床后面还有一些架子，然后可以放一些杂志啊、书籍或者是一些小摆设这样。这个床它这样子，我们是可以看它变形的吗？可以，1、2、3。我以为要把沙发搬走哎，我刚刚就在想说你不搬沙发吗？哦，不用，它就是让它一体成型。这很屌哎，而且我又看到熟悉的东西了，看到他想要把它抱起来，我迟早有一天会去把它买回家。那想要问一下 Eric， 床架啊，当初在买的时候，它是本身就有附这个床垫，还是你床垫还要另外买？床垫还要再另外买。9万块，再加床垫的钱。床垫其实还好，那时候选的价格没有到很贵，大概在5000上下吧。但它应该有一个限高吧，就是说我不能太厚或太薄吗？对，它的厚度我那时候好像我有点忘了，大概抓了是25公分上下的厚度，就是它也不能太厚，因为它框的那个深度其实也是有限。这个床啊，它有重量的限制吗？这个床就是限重不能超过200公斤，你是2个100多公斤的人，其实是会有问题的。这个隐形的支架本身你用起来是满意的吗？因为我其实空间就真的很小，有适度的把那个空间利用到最大值，蛮喜欢这样的概念。给所有买小宅的朋友们参考，如果说你家真的空间有限，
片，你又希望看起来很宽敞的话，这是一个蛮理想的设计。我觉得它有点像是另外一种掀床，它是从上面掀下来的，所以它也可以帮你节省很多空间。而且最让我惊艳的是，它上去之后，下面是一张沙发，所以你完全可以把自己当做客厅。下来之后，你也不用把沙发搬走，因为我刚刚就在想这件事，就是沙发不用移吗？那就这样下来了。那我们等一下就准备去看他们家的浴室了。这个浴室我觉得应该也花了不少钱，因为看起来不像是建商付的了，是不是整个改掉？对，整个油漆等等东西都改掉了。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你们的浴室吗？我们的浴室就是整个全部都用微水泥的方式去打造，就是整个墙面全部都是用既有的瓷砖，然后再直接再上微水泥的方式。当时瓷砖是没有退掉的，有些用水泥这样子去给它抹一遍，但是后来的这些卫浴的这些设备都是后来再重新再去找的。所以是整个覆盖掉那个瓷砖，就直接在上面再做微水泥。是。那你记得就是整个这样子花起来，这个浴室自己本身花了多少钱吗？我其实没有太知道它单独这个部分是多少钱，但是也是花了，我知道是微水泥的部分也不便宜。马桶的部分也是拆掉整个重做吗？对，马桶当时有一些小问题，硬要去考虑到它的尺寸，然后跟它的位置去放在这个地方，因为这个厕所其实是真的是规格是蛮小的，所以柜体啊，还有马桶这些都是后来才设计师就花很多巧思去把它去调出来的。马桶整个拆掉做一个一体成型的。那我刚好注意到，就是你这个水珠好像不太会凝结起来，所以这是有镀膜，是不是？对，我们后来过了几个礼拜以后，我认为还是需要做一些镀膜，所以就再另外去找镀膜的厂商。然后，所以你是这个还有哪里有镀啊？就是这个洗手台跟这个水龙头，以及里面的这个玻璃的部分，还有那个淋浴间的这个器材。哦，你全部都做了，这个浴室真的变得很不错，主要是我觉得色系的部分让你看得很舒服。那我们再来看一下你的客厅。Hello， 我是丹丹，还没订阅吗？如果你喜欢看居家装潢风格跟饭店开箱影片，记得订阅我的频道，开小铃铛。那我们继续看下去。你有没有发现我今天穿的很不像是平时上节目？因为我今天骑机车过来，然后头发都毁了，所以我戴帽子。那我想要问一下 Eric， 你们家的厨房啊，这边当初也是整个挪过来，对不对？对。那你是会煮饭的人吗？不太会煮。那花那么多钱做这个厨房是？就是还是要有厨房的样子啦。担心朋友来嘛，所以还是弄了这个洗碗机，就是以防我自己洗碗，还是要有一个小助手帮忙这样子。因为你这看起来像是认真煮饭人的厨房，你除了你的水槽很大很深之外，你的洗碗机60公分的看起来也很厉害，而且那个抽油烟机感觉也有一些特异功能啊。对，这个是设计师的巧思，他选了那个樱花的那个抽油烟机，所以这边它有一个特殊功能，就是它可以用触控的方式去打开，很屌最后再挥2下，它就会关掉这样。除了挥之外，它可以直接按按钮吗？可以，还是可以直接按按钮。因为如果是我的话，我想我应该只挥个2次，从此我就会改用按按钮就好哦，因为手很酸啊。它怎么突然不能按？我们今天是来他们家拍水逆，刚刚床。NG 现在换抽油烟机，那我们先跟他说拜拜。好，因为大家知道我们在拍的当下，其实现在是水逆哦。你们家这边还有一个很大的中岛，这个中岛上面这盏灯啊，刚刚 Eric 有展示给我看，它是可以换色温跟亮度的。对，所以你就可以，例如说想要小喝一杯的时候，就改个色温，对不对？对，因为这边应该是你最常待的地方吧。很多朋友都蛮喜欢这个空间，包含这个吧台也可以做很多功能，喝酒或聊天、吃饭，然后也可以工作，所以其实是我个人也是跟朋友一样，都是最喜欢这个吧台的部分。对啊，它很万用，而且我发现你这边其实直接拍这里的话，会以为这边才是进门的地方，阳台那边是刚进门，然后进门之后往那边走，那里是卧室，所以你们刚好就是把它整个格局对调过来了。对。那现在变成这样之后，这个房型手枪型的格局是不是变得很好用？唯一可能有些人会有一点疑虑是客厅电视的距离，你这边面宽多宽？你大概知道？大概有点忘记了，这样有1.4、1.5吗？至少应该没有超过2米的样子。对，应该没有，就感觉大概1.8米。电视的话是65寸，对。稍微让大家看一下这个画面感，大概这样。以我自己来说啊，我是喜欢电视的画面越大越好，所以我并不会觉得有压迫感。那你自己平时会在这边看电视吗？会，自己如果想要宅在家，想放松，想安静一点的话，可以这个地方是蛮好的一个空间。哦，我觉得你们这边很棒的是啊，虽然说是小宅，可是它其实不只有工作阳台，它是有景观阳台的。它这个景观阳台啊，真的是有景色的哎，就可以看到外面，它的视野很开阔，有一个角度是可以看到河景的。
的。我觉得这边未来好像可以摆高脚椅，然后就在这边可以喝咖啡。未来想要买个咖啡机。像我自己没在喝咖啡啊，然后就朋友送我当新家礼物，我现在就真的会喝了，以前是不喝的。想问 Eric， 因为这是你首购，对不对？对。那你自己觉得买了这个房子之后，你的心境或是你的生活上有什么变化吗？就是这是第一次买房子，就是为了给自己完成了一个人生的一个里程碑。没有决定要看的规格要多好多高的房子，就是先求有的概念。看到这个的时候就没有想太多，然后也没有太挑剔，就买下它了。实际有了房子之后，你自己觉得有什么差别吗？跟以前不是住在自己买的房子里，就是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，然后会有一个自己的空间、自己的归属感，就不用依附在别人底下，比较有隐私啦。对啊，对啊，找朋友来家里也方便。那可以看一下你的冰箱吗？可以。虽然说 Eric 说他没在煮饭，可是我知道 Eric 他是蛮常到世界各地去工作或是旅游的人。对，也有看到你这边这个杯子，看起来都是中东的杯子哎。前几年有在中东那边生活跟工作过，所以那时候就买了当地的那些城市杯跟国家杯。沙烏地、阿拉伯啊，然后利雅得啊，你这边超多的哎。对，阿布达比，基本上就是中东那系列的国家的杯子。台面用的都是同一块人造石。对，现在就来看一下它的冰箱。是刚从比利时回来，2个礼拜前就刚从比利时跟荷兰回来，然后就买荷兰比较有名的饼干，还有那个比利时的巧克力。虽然没有煮饭，可是你们家冰箱很有看头哎！我刚刚打开就超想要拿他们家零食吃的。那我可以看下面吗？可以，下面是空的，今天没有东西。冰块。我每次都到人家家里翻箱倒柜，我觉得我迟早有一天会被骂。都是空的，乐趣到这边为止。然后这边是工作阳台吗？放了一台那个洗脱烘的洗衣机，上面就是晒衣服的地方。所以它虽然比较窄，可是因为把2个阳台分开了，所以使用上还是很实用的。最后呢，我们想要来问一下 Eric 几个问题。当初在装潢这个房子的时候，你是怎么找到现在这个设计师的？朋友他的家里以前就是给这个设计师设计的，所以也是就要沿用他的找的这个设计师来协助我做一些，从客变开始就开始帮我做一些处理，前后大概花了1-2年以上的时间，客变一路到设计，再来一路到今年的装潢，看到现在这样状态这样。那装潢大概花了多少时间？装潢是从2025年的3月20几号开始，一路装潢到6月底，所以大概也花了3个多月的时间。因为小宅公班比较不容易进很多人，会比较慢，对不对？对。这个房子是预售屋的时候就买的吗？对。那当初房子是有含车位一起买，还是直接买空？那是因为我本人比较不常开车，所以那时候跟建商以及那个代销在谈的时候，就是把车位拿掉。其实我觉得你这边离捷运站也算蛮近的，所以没开车就 OK。但你平时去捷运站都是走路吗？目前都是走路，因为不太常用 U-Bike。当初买这间房子是2021年，那时候总价买了多少钱是可以透露的吗？可以，那时候车位一拿掉以后，我们谈最后的价格是在1140。你有杀价吗？溢价到大概在1140这个价格。装潢真的是花了不少钱嘛？那你自己对这个装潢是满意的吗？因为在装潢的后期其实是压力蛮大的，就是会有一些很多东西要做一些取舍跟想法跟决断。交屋到现在也花了大概3个多月了，目前住起来的感觉是很舒服，是蛮满意的。所以没有任何地方是你觉得我好像后悔了，或是如果重来的话，我可能会想要有不同的做法嘛？后期是选择一个叫做日式跟现代的侘寂风格，难度有点高对我来说，所以可能未来想要再去找设计师，或是再去买新房子再做设计的话，可能想要不要挑战这么难度这么高的设计风格。所以你是指风格，还是说因为空间的关系，所以也让你很费心啊？空间也的确很费，因为它空间本来就很狭小，但也是很佩服的设计师，他能够做这些巧思，把这个东西都能够涵盖想的。对啊，爆改啊，客厅跟卧室整个对调啦，对，这很厉害。那你住进来之后有什么入错 party 吗？有，但是因为空间真的很小，所以我一次安排朋友都不会超过5到7人以上。所以你这边曾经同时接待了7个朋友，就是家人的部分可能有到7位，就是家人跟亲戚。那他们要怎么？就是
是用站的吗？就几乎都用站的，所以后来找朋友几乎都是2位啊、3位、4位会比较适合一点。也是，而且我觉得你这边氛围比较静态啦，所以其实大家2、3个人一起在那边聊天，还蛮放松的，而且又有景观可以看，觉得这样蛮好的。那最后我想要问说，你这边贷款的话，每个月要缴的贷款金额是多少钱呢？每个月现在目前缴的贷款金额是不到2万块。你是做新青安吗？对。然后你是做几年呢？30年。30年哦，不到2万哦，那是因为宽限期吗？也没有宽限期耶，就是那时候就刚好就是选到30年，然后不到2万，就感觉好像在缴房租一样的概念。所以是因为贷款的金额就比较少一点。对，因为妈妈不想要我贷太多钱。OK， 很有那个真实力。那喜欢这支影片的话，记得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。下次影片继续跟着丹丹出去玩、吃喝玩乐不打烊，拜拜。谢谢。